我娘在祠堂放了一本写满我名字的忏悔书，逼我让了妹妹17年。院子、首饰，我什么都不敢挣。我以为只要出嫁就能解脱，可现在……娘，脱下来，送去云芷院里，借着嫁衣的喜气，压一压你妹妹近日的梦魇。娘，这是我的嫁衣，怎么能拿去给妹妹押金？一件衣服罢了，你妹妹近来夜夜谨记，你身为长姐，连借件衣服给她压压病气都不肯吗？我没有不肯借东西，可这是嫁衣，那是外祖母生前给我留的料子。你妹妹自幼体弱，你不思体恤，反倒为了一件破衣服争长论短。你外祖母若是知道，只怕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。祖母！哎，恒儿，这是祖母给你留的，等我们恒儿出嫁那天，做成最漂亮的嫁衣。夫人，女子出嫁一辈子就一回，大小姐她……主子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青罗，娘，别怪阿姐，都是云芷命贱，不配沾阿姐的福气。我这就走，我就是病死，也不该惹阿姐不痛快。你这傻孩子，你是她亲妹妹，体谅你本就是应该的。给大小姐脱衣。小姐，姐姐，你千万别怪娘，娘只是太担心我了。我保证，我只是拿去押金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做。同样是我的女儿，你看看你妹妹，再看看你。罢了，你晚上来祠堂吧。列祖列宗在上，长女之恒自私刻薄，不念骨肉亲情，为了一件嫁衣，竟要生生逼死自己的亲妹妹，是我温氏教导无方。母亲第一次写忏悔书是很多年前，不过是一块玉佩，你妹妹想要，你给她就是了，你非要争。如今她发了高热，你满意了？罢了罢了，女不教，母之过，都是我也没有教好你。列祖列宗在上，长女之恒年幼失教，为一物伤幼妹之心，是我为母者失责。从那之后，只要我犯错，母亲就会把错替我写到纸上。写一次，母亲3日不肯用饭；写2次，府里的下人便像躲瘟神一样绕着我走。小姐，我没事。母亲，跪下。谢家婚期在即，你本该更稳重。云芷自幼多病，你做姐姐的，何苦在她面前显摆福气，存心戳她的心窝子？我没有显摆，那是外祖母生前留给我的料子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你没错？女儿敢问母亲，我错在何处？从小到大，院子、首饰，甚至教书先生，只要妹妹想要，我什么都让。可这一次，是我的嫁衣，是我一辈子的终身大事，我不想让。你放肆！大小姐，我做这些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以为我不心疼你吗？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我问你，为了让你嫁进谢家，我对你倾注了多少心血？我让你学规矩，教你容人之量，你妹妹连要这个机会都没有，你反倒怨恨起我来了。你到底懂不懂感恩？既然这天大的机会妹妹没有，那你把这个机会给她呀！你反了天了！之恒，娘打你，娘心里也痛啊。你马上就要成亲了，娘只是怕你将来去了谢家，也这般自私刻薄，不懂体恤，惹得长辈忧心。娘的这番苦心，你能懂吗？娘，小姐，那是你的嫁衣。好，好，好，这身红衣衬着，你的气色果真好了不少。那是我的嫁衣。阿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试一下穿嫁衣是什么感觉。而且娘也说了，只是借一借喜气，不是真的要穿阿姐的。试完了吗？
试完了就还给我。阿姐，你生气了吗？阿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这段日子整晚的睡不着觉，好不容易熬到闭上眼，就是被各种可怕的噩梦惊醒。我只是太害怕，阿姐要是嫌弃我弄脏了家衣，我现在就脱下来还给阿姐。云芝，就这样穿着，不用脱。你妹妹被梦魇折磨得多惨，你不仅没有半句关心，竟还为她试穿一下衣服，就逼得她在这祠堂里掉眼泪。刚才和你说的话，你就一句也听不进去。那明明是我的东西，凭什么？你眼里除了你那点东西，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良知？秦嬷嬷，给我记！列祖列宗在上，长女之红，自私冷血，全无半点长姐宽容之量，为一件惹病我幼辈、伤我做娘的教导念狂肉亲。够了，我给他就是了。小姐，我们回去。娘，谢家真的很好吗？我也想如姐姐这般有福气。云芝，你放心，为娘定会为你寻一门极好的亲事，谢谢娘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这样的家，我再也不会有任何期待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谢家派人来退婚了。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在这个家里熬了17年，再发生什么荒唐事儿，我也不会奇怪了。走，去大堂。夫人，老夫人说了，大小姐既然规训有愧，这门亲事实在不易。不过两家世交，老夫人觉得二小姐温婉纯良，倒是个极好的人选。老夫人能看中云芷，是她的福气。周嬷嬷放心，这门亲事我们沈家应下了。夫人客气了，老奴这就回去禀报老夫人。夫人，大小姐还没死呢，您怎么能把大小姐的婚事转手就许给二小姐？放肆！今日非打了你的嘴！志恒，你……阿姐，我真的没想抢你的婚事，是谢家觉得你不合适，才主动问到我这里的。那些忏悔书是你送去谢家的。阿姐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娘都写了那么多页，把你定成了那般不堪的人，谢家会怕也是人之常情。够了！你没有证据，不要胡说八道！今日谢家退婚，府里已经够乱了，你还要在这大堂之上逼妹妹不可。谢家要的是能持家的宗妇，不是你这等让长辈天天忧心的人。既然娘说我没有证据，好，那这件事情我会亲自查清楚。小姐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去找郑嬷嬷查明一切。姑娘，当年二小姐因为玉佩液经高热，是当时的奶娘把安神汤熬浓导致的。夫人为了偏袒二小姐，便写了第1页忏悔书。这枚玉佩上面刻的竟然是我的名字。嬷嬷，这玉二小姐不是一直贴身带着吗？3日前，二小姐把她送去城南的金玉铺，被老奴暗中赎了回来。沈云只怕谢家查到玉上名字，反过来证明她的委屈都是从我这里抢来的。当年的人，除了溥仪，还有谁知道？当年溥仪，如今还在城东开药堂。至于那奶娘，被送去了庄子，后来嫁给了庄头家的亲戚。若姑娘要查，老奴都能把人揪出来。继续查，把所有的证据全部找出来。3天后便是谢家给沈云芷下聘的日子，等沈谢两家全部聚齐，我要让他们把欠我的全部还回来。云芷这孩子自幼便是个最懂事最纯良的，他知道之恒性子执拗，惹了谢家不快。这几日日夜在我跟前哭着说，只盼能替他长姐全了两家的情分。这般识大体的孩子，实在是我沈家的福气呀。二小姐温婉，老夫人也是极喜欢的。既然谢家不弃，今日便将这更名后的婚书签下，算是正式定下这门两姓之好。谢公子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慢着！放肆！谁准你到前厅来的？没规矩的东西，还不快滚回你的院子去！滚开！沈之恒，
谢家公子和族老都在这里，你今日若敢闹事，别怪我不念父女之情。父亲，我今日若不来，沈家的脸面恐怕才是真的要丢尽了。志寒丫头，谢家既已退了你的婚，云芷替家也是为了沈家的体面，你这般不管不顾的冲撞阻拦，成何体统？大局体统，拿长姐的清白名誉去当垫脚石，踩着我的脊梁骨给妹妹铺路，这就是族老口中的体统。你闭嘴！志恒啊，娘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那本送到谢家的忏悔书上，桩桩件件白纸黑字，哪一件委屈了你？你若是能早日改了这自私冷硬的性子，何至于走到今日被退婚的地步？如今你妹妹不计前嫌，替你收拾这烂摊子，你竟还不肯罢休吗？为我着想，父亲，事到如今您还不明白吗？他若真是为我着想，今日这满堂的红绸，这桌上早已拟好更名的问名帖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切根本就是他谋划已久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你这心思歹毒的白眼狼，你非要逼死你妹妹才甘心吗？秦嬷嬷，给我记上！长女之恒心思歹毒，大庭广众之下构陷幼妹，不系骨肉。我今日就要当着沈家族人和谢公子的面，记下你这不知悔改的死罪！你还要干什么？你连忏悔书都敢拦！既然母亲这么喜欢用这本忏悔书，把所有的罪名和委屈都强加给我，那我今天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些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！别看，这是假的！母亲慌什么？是怕族老们看见这上面的字，还是怕谢公子看穿您这10亿年来偏心至极的真面目？你这逆女，为了陷害你妹妹，竟敢伪造溥仪要案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住手！堂堂侯府主母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永安15年冬，二小姐夜经高热，乃奶娘熬制安神汤，错用药量所致。你这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是外祖母生前留在郑嬷嬷那里的底根。当年溥仪的字迹，奶娘被悄悄发卖去庄子的去向，甚至那溥仪如今在城东开的药堂，桩桩件件人证物证俱在。父亲若是不信，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查。是，当年是奶娘熬错了药，可那又如何？就算奶娘有错，你不肯把玉佩让给妹妹，难道不是事实？你妹妹当时病得那么重，哭着求你，你却冷血无情的袖手旁观。你心胸狭隘，全无长姐之风。我身为母亲，在祠堂写忏书罚你，让你长长记性，难道有错吗？好一个就算有错，那又如何？母亲，原来在您眼里，我的清白，我背负了11年的骂名，都比不上妹妹当年没要到玉佩掉的一滴眼泪。阿姐，当年我才4岁，我什么都不懂啊，我只是觉得那玉佩好看，多看了一眼。我怎么知道奶娘会熬错药？娘也是心疼我病重，一时急火攻心才苛责了阿姐。阿姐若有怨气冲着我来便是，何必当着谢家的面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戳娘的心啊？你妹妹当年不过是个不知事的婴孩，你身为长姐，就为了一块玉佩，记恨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整整10几年。既然父亲和妹妹非要提那块玉佩，好，我们今日就把账算清楚。这枚玉佩，就是当年你哭着喊着要抢的，也是这10几年来你日日佩戴在身上、须臾不离的心爱之物。阿姐，你别乱说，那玉本来就是娘给我的。族老，麻烦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玉佩背后刻的究竟是谁的名字？你口口声声说不知道这是我的东西，那你为何要把刻着我名字的玉佩在身上做贼心虚内藏了11年？我没看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把人带上来。3日前，谢家退婚书刚送到侯府，你便急不可耐的让碧桃拿着这枚玉佩去城南的金玉铺，想找工匠把背后的字彻底磨掉。你若不知道这上面刻着我的名字，为什么要急着磨掉它？你是怕谢家发现你这10几年来所谓的委屈，全都是从我这个长姐手里偷来的、抢来的吗？爹，不是我，是碧桃，是这
贪图玉佩的材质，想据为己才拿去铺子的，我根本不知情。来人，把这个手脚不干净、胡言乱语的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老爷饶命啊！是二小姐让奴婢去的。侯爷，急什么？既然此事不仅关乎沈大小姐的清白，也关乎我谢家的婚约，谢某倒想听听，这位姑娘还有什么话没说完。谢公子，这等刁奴的疯话，父亲不必急着杀人灭口。二妹说丫鬟是贪图玉佩，那接下来这件东西总不能也是丫鬟贪图的吧？这是城中书房的登记册废稿，谢家收到的那坨忏悔书，正是二妹派人去加急德抄的。而这张草稿的背面还留着你亲自写下的一行字。好一个替姐姐在全两性之好。沈二小姐，原来谢家退婚从头到尾都在你的算计之中。沈云芝，这到底是谁写的？不是我，爹，真的不是我，是做主张，老爷明鉴，奴婢斗大的字不识一筐，哪会写这么好的字？都是二小姐让奴婢去书铺探抄，还让奴婢把这些东西悄悄递给谢家的管事啊！你撒谎！你这收了阿姐的钱来害我！志恒，你妹妹只是一时糊涂，她年纪小，没见过世面，被这门亲事迷了心窍。你今日当着谢家和族老的面，把这些东西一件件摆出来，你是真的要把她往死路上逼吗？她一时糊涂，她处心积虑筹谋了3年，这叫一时糊涂；她步步为营毁我清誉，这叫一时糊涂。娘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在问我是不是要把她往死路上逼？那我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递去谢家的那些忏悔书，是不是在把我往死路上逼？昨日谢家退婚，侯府大乱，可我的好母亲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查清真相，而是跪在祠堂里写下了这一页：今日长女之恒不肯体恤幼妹婚事，心生怨怼，是我教女无方。娘，您到今日证据确凿，真相大白，您手里的笔还在写我的错。我写的是我自己的错，是我在向祖宗忏悔，教女无方。可这17年来的每一页、每一桩、每一件，都要先写上我沈志豪的名字。之恒啊，既然真相大白了，你受了委屈，为父自然会替你做主。但咱们家丑不可外扬，你快收起这些东西，跟谢公子好好道个歉。这门亲事，咱们还是照旧。父亲以为我费尽心思查出这些，是为了能重新嫁入谢家吗？难道不是？我不嫁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请父亲归还外祖母留给我的旧宅地契和宝瓶斋锦云布庄的账本，我要分户搬出永安侯府。你休想！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竟敢妄言分户离家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父母尊长？还有没有沈家的脸面？你外祖母留下的产业，早就是侯府的宫中之物，你休想拿走一分一毫！来人！谁敢动他？谢公子，这是我沈家的家务事，谢家难道也要插手吗？这信匣里不仅有谢家收到的所有忏悔书原件和伪造的抄本，还有那个叫碧桃的丫鬟在谢家管事面前按下的画押供词。谢家老夫人当日误信主母私印，退了沈姑娘的婚，谢家确有失察之错。但沈家纵容次女伪造文书，欺瞒长辈，败坏嫡宫女名节，这就不单单是家务事。谢公子息怒，此事确是云指着孽障糊涂，沈家绝无欺瞒谢家之意呀。既然侯爷觉得是误会，那沈姑娘想要回外祖母留下的家产，侯爷可还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沈姑娘，这门亲，若你还愿意，谢家仍认，我会亲自向外说明，是谢家误信伪证，并非你规训有亏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谢公子的好意我记下了，但这门亲事我还现在不想定。好，我不逼你。拿去，滚出这个家门！我全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畜生，我沈家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。侯爷，打不得呀！云芝身子本来就弱，他只是太想为侯府分忧了，他知道错了。你若要打，就打死我吧！慈母多败儿，都是你惯出来的。来人，
把二小姐给我拖回院子里禁足！险些毁了长姐的一生，连累侯府颜面扫地，换来的仅仅只是一句禁足。大小姐，咱们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大小姐，夫人病倒了，这是夫人命老奴送来的。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夫人还要用这东西来恶心您？什么叫长女离家？明明是他们逼走您的，奴婢给您拿火盆烧了他。不必，送回去给夫人，告诉她这17年的养育之恩，今日算结清了。小姐，烧完咱们就好了。没那么快，17年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会烧一夜就干净，但至少以后再有人拿我的名字去顶罪，我会先问问凭什么。这是谢家当日收到的原件和抄本，还有我祖母的亲笔致歉信。祖母说，明日谢家会亲自将说明送到京兆府备案，往后若还有人敢拿这些事污蔑你的清白，谢家会为你作证。多谢。那婚书呢？你不急着定，要不要我先收回谢家，替你保管？先放我这里吧，只是放着，不是答应婚期。我知道。老奴愧对老夫人，这些年铺子收益被侯府强行支走，老奴几次想递信给姑娘，都被侯爷派人拦了回来，老奴无能啊。卢掌柜言重了，以前的烂账我不追究，但从今年起，这账1文钱都不准再进永安侯府。若是侯府的人敢来要钱，直接乱棍打出去。是，全听东家的。从前在侯府，母亲总说女儿家不宜锋芒太露，现在我才发现，把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写在自己的账本上，原来是这么痛快的一件事。姑娘，奴婢听说二小姐在侯府里砸东西闹了好几次，夫人病着，还天天去二小姐院里哄她，说是过段日子等风头过了，还要给她相看更好的人家。姑娘，您听了不难受吗？难受，但再难受我也绝不回去了。他们越是得意，我这铺子的生意就越是要做得红火。滚！拿这种猪食来糊弄我！二小姐息怒，庄子上就只有这些粗粮了。我是侯府嫡次女，去给我熬血宴，去给我烧银霜炭。侯府账上早就没钱了，夫人买不起燕窝了，连你也敢作践我，滚出去！我的云芷啊，云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放下！娘，让我死吧！要剜了娘的心吗？你有什么错？女儿名声尽毁，在这受下人白眼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会让你死的，娘就算砸锅卖铁也救你。娘去给你抓药，给你买老参。大夫说，只有阿姐那旧宅的暖泉能救我。可阿姐恨我入骨，她连布料都不肯给，怎么可能救我的命？娘回去吧，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。他敢见死不救，你是他亲妹妹，他如今手握旺铺，日进斗金，我便是跪死在他门前，也要逼他把你接回旧宅续命。志恒啊，你开开门啊！这不是永安侯夫人吗？听说沈大小姐发了大财，亲娘求上门都不理，心也太狠了吧！志恒，娘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你妹妹已经被退了婚，如今连命都要保不住了。这旧宅后院有口暖泉，你如今赚了那么多银子，就当娘求你，把你妹妹接进去养病，给她买几只百年山参续命吧。大小姐，夫人这分明是在逼你。开门。母亲这出苦情戏，唱给全京城的人听吗？志宏，你妹妹快病死了！夫人，二小姐当初偷换婚书，断我们姑娘生路时，想过姐妹之情吗？死丫头闭嘴！志恒，
他已经受了惩罚了，他被关在乡下受苦。你如今什么都有了，铺子也拿回来了，你为何还不能大度一点原谅他？大度？我什么都有了，所以就活该原谅那个毁我一生的凶手。之恒，你8岁那年尚且能把朝南的院子让给他，如今不过是借你偏院养病，用你铺子的收益买些药材，有何不可？8岁那年，我被迫让出院子，换来的只有你写在忏悔书上的罪名。那是娘为了教导你长姐的规矩。好，既然母亲非要把她接进来养病，我成全你。之恒，娘就知道你到底还是顾念血脉亲情的。青罗，拿笔墨来。让沈云芷住进来可以，用我的银子买药也可以，每日房租50两，补药按市价双倍计算，所有开销白纸黑字，必须由母亲亲自画押借款。沈之恒，你钻进钱眼里了吗？我是你亲娘，你竟然要我给你写欠条！亲兄弟明算账，母亲若是不写，现在就带着人离开，大门一关，沈云芷是死是活，与我无关。你六亲不认！母亲记住，这17年你们欠我的，我要你们连本带利全数吐出来。娘，外祖母留下的好东西全在她库房里，她凭什么吃山珍海味，我却要在这儿受苦？她得意不了多久，你爹已经在醒墨了，只要找个借口把她打发嫁人，这旧宅和铺子还不都是你的嫁妆？娘说的对，我绝不让她好过。白眼狼住着咱们的院子，还惦记着咱们的铺子。二小姐既然要作妖，咱们就成全她。二小姐，大小姐吩咐了，您缺什么，只管开口。哼，我咳得厉害，去给我拿2盆最上等的冰丝炭。冰丝炭，那可是10两银子1盆的贡品。怎么，阿姐刚才不是说我要什么给什么吗？可以，2盆冰丝炭，按大小姐的规矩，市价双倍，记账40两。阿姐这儿的稀罕无叶真不少。别碰它，那是外祖母的遗物，阿姐何必这么小气？我不过是看着算盘精致，想把玩一下。你干什么？那是老夫人留给大小姐的念想。青罗，记账。是。紫檀金丝算盘，绝版古董，市价3钱，摔坏遗物双倍赔偿。母亲，这6000两记您账上了。这参汤是大小姐补身子的，皇后看紧了，我去拿个食盒。我受冷受冻，她都日日喝老参汤。这参汤是大小姐补身子的，皇后看紧了，我去拿个食盒。我受冷受冻，她都日日喝老参汤。二小姐，这是巴豆粉，服下后只怕要大病一场。只要她病了，这旧宅就是我说了算。你在干什么？你鬼叫什么？我只是看汤太烫，帮阿姐搅一搅。搅一搅？这汤里分明有刺鼻的异味，你到底往大小姐的汤里放了什么毒药？放肆！你一个下人敢拉扯我！娘，救命啊！阿姐的丫鬟要杀人了！走，去见大小姐。今日非把这事说清楚不可。放开我！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大小姐，奴婢亲眼所见，二小姐往汤里倒了不明粉末。你胡说八道！云芷这般柔弱善良，怎么可能下毒？分明是你这丫鬟看管不力，想栽赃给我女儿。娘，我只是想帮阿姐熬汤尽孝心，她为什么要污蔑我？之恒，你看看你的好丫鬟，你妹妹病成这样，你竟纵容下人这般欺辱她，难道非要把她逼到绝路，你才罢休吗？我不喝，我受不得大补。疯了！这是你的药，你逼你妹妹喝什么？大小姐，这汤里下了巴豆粉，那是厨房弄错了佐料，云芷哪来的这种脏东西？志宏，你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揪着你妹妹不放啊！好一个弄错了佐料！金罗，去账房。二小姐图谋毒害长姐，罪无可恕。今日起撤掉偏院2餐白水粗粥，母亲若心疼，每日只供应2菜粗粥，大可带着她立刻离开。你废物！这点银子都筹不到，我养你们何用？侯爷息怒，这几个月铺子全被大小姐收回去了，外头的债主逼得紧，
府里的进项根本不够塞牙缝啊！侯爷，你快想办法吧！云芷在旧宅那边全断了药了。断了药找大夫，找我有什么用？志恒那个没良心的，查出云子在汤里下了点发豆，就狠心断了片月的供给。现在快从宫中拨些银子，我去外面每天给云子苏粥啊！宫中哪还有银子？连我的茶钱都快断了。侯爷，咱们没钱，可志恒有啊。他那宝峰斋日进斗金，他一个姑娘家，早晚要嫁人，他的钱不就是侯府的钱吗？你以为韩莲他会乖乖给钱？侯爷糊涂啊！他就算分了家，婚事也还得父母做主。只要侯爷给他寻一门出得起天价聘礼的亲事，把他连人带铺子一起打发了，云芷的嫁妆和侯府的窟窿不就全填上了吗？你说的对，江南那位老盐商前几日正好托人来说媒，他可是愿意出天价聘礼的人。志涵，这几日铺子生意可还忙？父亲今日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为父今日来是有一桩大喜事要告诉你。为父已经做主，收了钱家的聘礼，将你许配给田老爷为平妻。什么？那钱老爷都快60岁了，3位夫人都没留住，侯爷怎么能把大小姐往火坑里推？放肆！这哪有你一个下人插嘴的份儿？天价聘礼，父亲还真是给我定了个不低的价。志恒啊，你别不懂事，你已经被谢家退过婚了，外头有些闲话你不知道吗？钱老爷虽然年纪大了些，但家财万贯，嫁过去穿戴银，还有什么不满意？母亲觉得这是好姻缘，那您怎么不让沈云芷去嫁？没嫁去上古人，她是要嫁入高门，做正妻的。所以呢，为了给她铺高门正大事，去换那所谓的天价聘礼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门亲事是你高攀了。父亲敢摸着良心说，你收这聘礼不是为了去田云主攀附显贵所需的丰厚甲礼，是又如何？你妹妹名声被你毁了，没有丰厚的嫁妆，她怎么在婆家立足？志恒，你就当是为了你妹妹的下半辈子委屈这一回吧，这都是命啊！好一个都是命！如今连我这下半生，你们也要拿去榨干了给她换钱。婚事我已经应下了，月底钱家就来迎亲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到时候你这宝峰斋的铺子也得作为嫁妆一并带入钱家，由为父替你打理。父亲大可试试，我沈志恒就是死也绝不会让你们拿我的血汗钱去给沈云浅铺1寸的路。宋克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好，我倒要看，没有侯府，你这抗婚的罪名怎么收场？我们走。他沈志恒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在这儿吃糠咽菜受人白眼，他却能日进斗金，还被谢少卿另眼相看？二小姐，奴婢打听过了，大小姐每日清晨都会独自去后院的阔房盘账，好极了，我就是要让她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小姐，您打算怎么做？你今夜悄悄从后门溜出去，去城南找那个叫刘文才的洛可书生，告诉他，只要他今夜摸进我阿姐的库房，把事儿办成。二小姐，这若是被查出来，你怕什么？我才是侯府最受宠的女儿，就算出了事，爹娘也只会觉得是他沈志恒不端，还不快去！你放心，如果事情真败露了，我会保你。小姐，此话当真，我还会骗你不成？还不快去！是。沈志恒，等你成了一个名声尽毁的人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脸面霸占着铺子？你的钱全都是我的。大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偏院那位今日出奇的安静，怕是饿得没力气折腾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他若真能安分，就不是沈明志了。大小姐，进贼了！别出声，看看他到底有多下作。大侠饶命！我是收了偏院二小姐的钱，来这儿和大小姐幽会的。再说一遍，收了谁的钱？是二小姐，她给了我100两，让我今夜藏在大小姐房里，明早她就带人来捉奸。畜生！二小姐竟然用这等下作手段毁亲姐姐的清白！为了拿我的铺子，她还真是费尽心思。谢大人，劳烦你把这人完好无损的送到二妹妹的床榻上去。她既然喜欢捉奸，就成全。好，明日我带提携在外头候。祖老啊，家门不幸啊！志恒那丫头自分家后便行为不端，所以就有下人强奸外男进了她的院子。若查实，必须按家规处置。若不是为了侯府的脸面，老夫今日就要把这逆女逐出家门。沈之皇，你这不经修的丫头，快给我滚出来！这不是二小姐吗？你是谁？滚开！云芷，我的儿啊！来人，把这个歹人给我抓起来！夫人饶命，不是二小姐给我100两银子，让我昨夜翻墙进来的吗？荒唐！沈家的脸面全让你败光了。娘，不是我没有。二妹这招引狼入室，还真是让长姐大开眼界。是你，一定是你害我！你故意把外人塞到我房间毁我清白！是你，一定是你私通外人，你怕丑事败露被处置，就狠心把这外人弄晕了，塞进你妹妹房里。
外人，这人自己亲口招认是收了二妹的100两银子。今日这捉奸的门也是母亲您亲自踹开，我何曾碰过他一根指头？是二小姐的贴身丫鬟把钱塞给我的哈，我还有那个装钱的荷包为证。逆女还敢在这里狡辩！不管这男人是谁找来的，他现在在偏院，就是你没有管好门户，让人有机可乘。你是长姐，若不是你守着家产不肯帮扶，死活不肯照顾你妹妹，他何至于落到这步地地？好一个防卫不严！父亲的意思是，他出钱雇人想毁我清白，反自食恶果，错在我不肯把外祖母的遗产拱手相让。祖老，您听清了吗？这就是永安侯府的规矩。为了偏宠次女，不仅死不认错，竟还要理直气壮的让长女去背下这不检点的罪名。家门不幸，沈家百年清誉，竟毁于这个不检点的不孝女之手。侯爷，今日这丑事若传出去，沈家全族的女儿都别想嫁人了，必须按族规将沈云芷家法处置。不要，爹娘救我！我不想逐出宗族啊！祖老开恩啊！云芷只是一时糊涂，她不能有事啊！这无赖，老夫今日就饶不了你！侯爷要杀我，好啊，大不了把事情闹大。我若今晨没从这院子走出去，我那些兄弟就会把二小姐做下的丑事传遍京城的大街小。你想要怎样？封口费1万两现银，少一个铜板我就去茶馆说书。1万两，这地痞流氓怎么不去抢？不给，那我就去闹。大家来看啊，侯府二小姐，你给我闭嘴！好，1万两，老夫给你，听见了吗？拿1万两出来！父亲是不是疯了？他做出这等事，凭什么我出钱？凭你是长姐，不是你把他逼成这样，他会干出这种事儿，还要把那张旧宅的欠条作废。你妹妹名声毁了，你必须把这旧宅送给她作为赔偿。你们还要不要脸？二小姐自己犯下不检点之事，你们竟然要让大小姐来承担她惹的祸！住嘴！我的人谁也不能动。之恒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妹妹逐出宗族吗？你拿出点钱就能救她，你为何这般冷血？你是不是非要把亲爹娘逼上随楼才甘心？多冷血！他买通这流氓要毁我清白时，你们迫不及待地带着祖老来捉奸，要逐我出宗族。他自食恶果了，你们却让我倾家荡产去给他善后，去给他封口。在你们眼里，他的命是命，我沈之恒活该被你们榨干的钱袋。钱你出也得出，不出也得出。你若敢见难不救，老夫就去京兆府告你不信不孝、谋害幼妹的重罪，让你在京城没有立足之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欠条上12000两白银，白纸黑字，明日4时，京兆府大堂外，我沈之恒带着铺子的地契和这本账据等你们。我们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，好好算算这笔烂账。你这个疯子，你真敢去京兆府敲登闻鼓？你以为把事情闹大，侯府颜面扫房里，你就能落得好下场？我的名声早被你们在祠堂的忏悔书里写烂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倒是父亲和母亲，还是先操心怎么凑齐这1万两封口费吧。明日午时前若见不到钱，大理寺径。侯爷，这都是你平时偏纵结下的恶果。明日之前，你必须把这丑事平息，否则宗族绝不轻饶你这纵其行凶的丑事。爹娘救我！我不要被逐出宗族，我不要嫁给这个人！侯爷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咱们侯府哪还有1万两银子？好个贪得无厌的无赖！1万两，老夫明日给你。拿了钱，立刻滚出京城。侯爷放心，草民拿了钱，定把嘴闭得严严实实。废物！凑了这几天，连3000两都没凑齐。那刘文才明日要拿着1万多两的欠条去敲登闻鼓，本侯的脸面往哪儿放？侯爷息怒，外头的债主逼得紧，府里能当的首饰古董全当了，实在是拿不出钱了。侯爷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若是明日没钱堵刘文才的嘴，云姐这辈子就毁了呀！绝对不行！既然那逆女要把侯府往绝路上逼，老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侯爷，你有办法了？她不肯嫁，难道由得她？侯爷，你的意思是？软的不行就换个法子。明日一早带人去旧宅，好言好语的哄她，想办法让她喝下那碗安神汤。你是想把这事办成？没错，这样不仅能还了那地痞的封口费，剩下的钱足够给咱们云芷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，去hand一门真正的显贵亲事。之恒啊，母亲今日大驾光临，1万两欠款凑齐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跟娘这般生分？昨夜你爹发了好大的火，也怪云芷那丫头糊涂。娘知道你受了委屈，这是娘亲手熬的燕窝粥，你趁热喝了。你爹说了，欠你的钱，侯府就算砸锅卖铁也会还。母亲会这么好心，亲自给我熬粥赔罪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到底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妈还能害你不成？母亲，你眼底的荒忍藏得太长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侯府已经穷途末路，这粥里怕是加了什么让我能乖乖听话的好东西，比如能让人昏睡的药。你这白眼狼，
娘好心给你熬粥补身子，你竟然如此龌龊的揣测生母，你简直是疯了！你眼里还有关孝道？孝道？你们在偏院闹出那种事的时候，想过孝道吗？说吧，父亲到底打了什么算盘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爹已经收了江南钱老爷的天价聘礼，今夜花轿就会停在旧宅后门。你已经被退了婚，钱老爷不嫌弃你，你只要嫁过去，这银子就能给你妹妹下半辈子的命。那既然为了二小姐的嫁妆，要把大小姐往绝路上逼，好一个为了妹妹的人，我倒要看看今夜这花轿抬不抬得走我沈志恒。沈志恒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就算告到天王那里，你也得嫁。给我冲进去，把那个不听话的绑起来，堵住嘴，塞进花轿。今夜就算用绑，也要把他送到钱家去。大理寺办案，谁敢造次？谢大人，这是我沈家的家务事，老夫教训自己不听话的女儿，大理寺难道也要插手？家务事，大验律法，未得女子生母或本人同意，强收天价聘礼，逼迫出嫁者，等同买卖人口。父亲为了天价银子，要将我弄晕绑上花轿，这早已不是家务事，而是国法不容的重罪。立刻将永安侯及一干从犯押入大理寺诏狱，明日一早京兆府会审。备伍。永安侯，你涉嫌强逼长女出嫁，买卖人口以填补次女嫁妆亏空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大人明鉴，下官是他的生父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下官为他许配人家，何罪之有？是啊，大人，云志名声毁了，我们侯府也是走投无路啊。志恒作为长姐，为家里做点牺牲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可是这把狠心，要把亲爹娘送进大牢啊！大人，民女状告永安侯府偏宠次女，罔顾人伦，17年来夺我玉佩，抢我嫁衣，毁我婚约，如今更为了给四女凑嫁妆，不惜将亲生女儿弄晕逼婚，此等灭绝人性之父母，沈之恒高攀不起。今日我自请削骨还父，削肉还母，自愿从沈家族谱除名。阿姐，你不能断气，你断气了，我的嫁妆怎么办？你的嫁妆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侯爷，草民可是真金白银抬了5万两聘礼进房，如今您的大女儿在公堂上断亲跑了，这新娘子没见着，草民这聘礼您打算何时退还啊？钱老板放心，本侯自会收拾他。侯府一时周转不开，宽限几日。侯爷，大验律法，收聘不交人，死同诈财骗婚。这事儿若是闹到京兆尹或者御史台参议一本，侯爷的官声怕是保不住了吧？放肆！一个小小宋氏敢威胁本侯？侯爷息怒，草民自然不敢得罪侯爷，只是江北盐道那边上个月的账还没补。若是这5万两的亏空补不上，盐道的大人们怪罪下来，牵扯出侯爷您的什么不便见光的生意，大家面上都不好看啊。可是侯府真的拿不出5万两现银了呀！没钱，负债二小姐给草民带回江南做个填房，这5万两就算是聘了她了。爹娘，救我！我不要嫁给这个人！你做梦！云只是金枝玉叶，怎么能给你一个上古做填房？不给。好，那草民明日就去御史台敲灯问虎，状告永安侯骗婚诈财，咱们鱼死网破。钱老板留步！3日，给我3日时间，3日后我一定凑齐银子。志恒啊，娘求你了，你救救你妹妹吧！阿姐，那钱老头要拿我去抵债，要让我去做填房。阿姐，你见死不救，就是逼我走上绝路。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大小姐已经在公堂上签了断亲书，侯府的死活与我们大小姐所干，那不过是一张废纸。她身上流着我的血，这是她能赖得掉的吗？沈之恒，你爹快被钱老板的宋氏告到丢官罢协了，你妹妹要被拉去抵债了。你手里捏着这么多钱，难道就不能替家里还了这5万两的债吗？母亲的算盘打得真响，拿我的血汗钱去给你们卖女求荣的烂账填窟窿。你们为了5万两聘礼，给我下安神药，逼我上花轿的时候，想过血浓于水吗？想要我出这笔钱救她，可以把沈云芷在旧宅砸坏古董、耗费药材的12000两，连本带息先还清了，咱们再谈别的。你这个冷血的人，你妹妹都要被拉去抵债了，你竟然还在抵债！大家快来看，都来看看这沈家大小姐的真面目！她一个被退了婚的姑，凭什么能在京城开这么大的保凤寨？她早就暗中攀附上了大理寺的谢少卿，若不是靠着攀附权贵，她凭什么赚这么多钱？你这满嘴胡言的毒蛇，我撕了你！让他说，你继续说，我倒要看看当街诽谤朝廷命官、构陷良家女子，
按大燕律法，够你死几次？他哪有说错？若不是你不知分寸攀附权贵，侯府怎么会落到这般强地？你今日若不拿出银子救你妹妹，我们母女就了结在这宝凤家的门槛上。既然想死，本官可以送你一程。大理寺办案，沈二小姐方才说沈姑娘勾结本官，谢大人，我只是当街诽谤朝廷从4品命官，按律当掌嘴50，流放3000里。谢大人饶命啊！谢大人，云芷她只是一时气话，她不是故意的，求大人开恩啊！一时气了，你们为了逼迫沈姑娘拿钱替你们填窟窿，连这等否认清白的下作手段都用得出来。来人！娘，救我！阿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怕了。母亲，这就是你们一味偏心、作茧自缚的下场。那5万两的聘礼窟窿，你们就是变卖家产也得自己去还。大小姐，喝口热茶压压惊吧。侯爷借了钱老板5万两，加上违约金，那可是7万两的天大窟窿。若是还不上，只怕真的要拿二小姐去抵债了。抵债？卢叔，你太小看我那位好父亲了。为了侯府的脸面，他怎么可能让沈云芷去做通房？可是除了钱老板，京城里哪还有人愿意出这7万两的天价，去娶一个名声烂透还被当街掌嘴的二小姐？京城里是没有，但江淮一地多的是想要一个侯府嫡女名头来光宗耀祖的暴发户。传信给江南分号的掌柜，去查查那个钱老板的底细。我倒要看看，父亲为了填这个窟窿，还能卖出什么好价钱。 7万两，7万两啊！侯府的100年基业全完了。侯爷，你快想想办法！钱老板放出话来，明日一早若是借不到钱，就要带人来带走云芷了。救？拿什么救？侯府连一根值钱的木头都当干净了。我已经传信给江北严巡抚了。江北严巡抚，你真的要把云芷嫁给那个先天不足的公子？嫁给那公子怎么了？至少是个正妻。严巡抚愿意替我补上这7万两窟窿。若不是你和他作死去惹沈之瑜那个硬骨头，侯府何至于此？ 我不嫁，爹娘，我不要嫁给那个人，我是侯府的嫡女啊！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的儿啊，娘也没办法呀。若是你不嫁，钱老板就要拿你去做通房啊，那是更深的火坑啊！是沈之涵，都是他害的。他手里有那么多钱，他为什么不拿出来救我？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废话少说，江北的马车已经在后门等着了，把他给我绑紧些，堵上嘴。云芷啊，我的云芷啊！带走。 大小姐，侯府那边来信了。二小姐今儿一早被侯爷五花大绑，塞进了江北严巡抚的马车，说是去给那个公子冲喜去了。意料之中，这就叫恶有恶报。江北严巡抚这笔7万两的聘礼来得蹊跷。大人查到了什么？他们利用迎亲的车队，暗中夹带了大量私盐入境。永安侯不仅卖了女儿，还成了江北私盐在京城的接头人。私贩官盐，重罪。谢大人。 永安侯府这棵枯树，是时候彻底清算了。迎亲的车队3日后会经过落马谷，那是进京必经之路，也是最容易设伏查验的地方。永安侯既然敢接这批私盐，京城的城门处必然有他买通的守将。若在城门口查验，一意打草惊蛇，为他销毁罪证。落马谷是最佳地点。大人，卑职已安排了50名精锐提骑，提前在落马谷设下埋伏，只要车队一到，立刻人赃并获。大小姐，侯爷毕竟在朝中多年，若是他抵死不认，反咬一口说是江北巡抚栽赃，该如何是好？ 他赖不掉的。这是我分家前暗中从侯府书房里拓印出来的部分私账，上面清清楚楚记录了这3年来永安侯与江北盐道的几次秘密资金往来。已经早有准备，在侯府那种吃人的地方，不给给子留点底牌，我怎么活得到今天？谢大人，这本账册加上截获的私盐，足够定他的罪了吧？铁证如山，他逃不掉的。都快点！ 侯爷交代了，这批货必须在天亮上进城。大理寺办案，拿下！有埋伏，护住货！开枪！好一个永安侯，连送女儿的婚车 都能装满抄家灭族的罪证，全部带回大理寺诏狱。
算算时辰，车队应该已经进城了。只要这批货出手，侯府的窟窿就能全填上，还能大赚一笔。侯爷，云芷嫁过去，那傻子若是欺负她怎么办？妇人之仁，他能为侯府换来这滔天的富贵，是他几世修来的福分。谢少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竟敢带兵擅闯朝廷命官的府邸！圣旨到，永安侯接旨。永安侯沈泰涉嫌私贩官盐、贪墨巨款，罪大恶极，奉旨查抄永安侯府，府内所有人等即刻押入大理寺诏狱候审。冤枉啊，谢大人，下官冤枉啊！一定是有人陷害下官。你的管家已经在落马谷连人带赃并获，这本记录了你3年私盐交易的账册，也在圣上面前过了明路。你还敢叫冤？我的侯府，我的命啊！是你把账册交出去的！你为了报复，就毁了整个侯府！沈志豪，你连亲爹娘都举报，你会被天打雷劈的！天打雷劈！你们纵容幼女偷换婚书，败坏我名节时，想过天打雷劈吗？你们为了给沈明之凑嫁妆，将我弄晕绑上花轿，要卖给年者时，想过天打雷劈吗？毁了侯府的不是我，是你们那毫无底线、自私恶毒的偏心，是你们贪得无厌、草菅人命的暴力。谢大人，带走吧，别脏了宝峰斋的地界。娘，救我！我不要回江北，我不要了！云芷，我的儿啊！你怎么也被抓来了？江北严巡抚已经被抄家，沈二小姐作为罪妇，自然要一并押解回京审问。谢大人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云芷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她是被我逼着嫁过去的，求大人网开一面，饶她一命吧！侯爷到这时候还在护短，可惜大燕律法不认亲情。据严巡抚交代，沈二小姐在江北为了争夺管家之权，竟下毒害死了严府府中的2个小妾，甚至还偷盗了禁。是他们先把我残花败草，是他们逼我的！爹，你救救我啊！我不想死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谢大人，我要见沈志豪，他铺子赚了那么多钱，只要他肯花钱打点，云芷就能活命啊！母亲到了这个时候，还在做着用我的钱买他命的春秋大梦吗？我今日来，是来宣判的。永安侯府私贩官盐，数额巨大，抄家没产，念在无谋反之心，免去死罪，流放宁古塔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我是堂堂侯夫人，我怎么能去那种地方流放？沈志环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们去死？闭嘴！你们以为私贩官盐是多大的罪？若非沈姑娘在殿外跪了3个时辰，将她名下宝峰斋1半的家产捐充国库，以此替你们求情，你们早被满门抄斩了。你散尽1半家财，跪求圣上保住了我们的命。为什么我们那样待你？你为什么还要救我们？报应，这都是报应啊！是我们瞎了眼，是我们被猪油蒙了心。志恒啊，是为父错了，为父对不起你啊！娘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把最孝顺的女儿逼到绝路了，娘对不起你。大小姐，咱们运往江南的新货全卖空了，这几个月的进项足够把捐出去的钱赚回来了。这天地广阔，咱们宝峰斋分号该开遍大雁13州了。沈东家的志向，谢某佩服。谢大人今日怎么有空大驾光临？永安侯府案已结，江北盐道肃清，谢某今日是来讨个名分的。3年前，谢某说过，这门亲事谢家仍认，不知如今名满天下的沈大东家，可愿再考虑一二？谢大人若是愿意入股我宝峰斋，沈某倒是可以考虑一二。好，谢某连人带俸禄，全凭沈东家做主。安乐不是讨来的，也不是别人施舍的。曾经我在祠堂的阴影里苦苦挣扎，如今我终于挣脱枷锁，走出了属我自己的路。这天下再也没有任何人能解错我的名字。